稳定器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设备，它的迭代速度会比你想象的快得多得多，但是稳定它本身又玩不出什么花样。所以像大疆这样的公司，你会发现他们对于稳定器的定义一直在变化。从242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更多变成了一个媒体中枢，而不仅仅是稳定这个功能。大疆想要通过图传、跟焦各种辅助的硬件和软件来帮助你拍出一些过去难以实现的画面效果，而稳定器是一个载体。所以现在到了第4代的 RS4，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和稳定没有直接关系的功能还有硬件都给装上了。比如这套带有 AI 功能的 Focus Pro 和过去大疆的跟焦器有点不一样，毕竟焦点也是过去影视行业的一大痛点，它可以是一个创意工具，就帮助你拍短片的时候来改变用户的注意点，也是一个婚庆的时候或者说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功能，必须要跟上这个焦。所以大疆的点子就是我要提供一个设备，既能让你在稳定器上手动精准的跟焦，也能让你获得强有力的自动对焦，所以是手自一体的这么一套系统，让每台相机的对焦性能都能保持一致，而这就是他们给出的答卷。那我的评价就是这个 Focus Pro 加上这个 RS4 装到一起，你看这个线确实多了一点，有点抽象，但是功能吧，在行业里面也算是独一档，能够把一切都集成到一起的公司。我们可以先来看一条小短片，都是我们用 RS4 Pro 加上 Focus Pro 来进行拍摄的，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大疆这个所谓的媒体平台到底发展的怎么样。You said, tell me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Do you really wanna know how I feel? Everybody's losing their minds. I'm busy trying to find myself. I just wanna be myself. myself。不知道这个短片看完你觉得怎么样？我没有在后期做任何增稳的操作，所以如果你想看原素材的效果，也可以去官网下载，也欢迎给我们点个赞，谢谢。那这一代的 RS4 和 RS4 Pro 和上一代的外观上差的其实真的不多，甚至说你几乎看不出区别，主要就是这个红色的装饰线还有标识上有一点差异，还有就是一些小的功能上的优化，比如现在你可以自定义关机时候的轴锁的样式，轴锁本身也变得更紧。还有这个新的自带的导管夹，还有挡边的快装板。那除此之外，这 RS4 和4 Pro 和上一代的性能差别其实并不大，尤其是单看承重，你甚至会发现它没有什么变化。这 RS4 还是3公斤的载重，和 RS3 一样；这 RS4 Pro 也还是4.5公斤，和 RS3 Pro 依旧一样。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索尼相机，搭配一些常规的镜头，旅拍或者记录生活，你问我应该选哪一台稳定器，那我说 RS4 就已经足够用了。除非你的使用场景是严肃创作，或者喜欢用一些可以变焦的手动镜头，那这个4 Pro 才会更加适合你。那因为它们除了载重以外，还有一些可兼容配件上的区别，这个差异还挺多的。我们列了一张表，你可以看看它们各自的差异。那不过有一点一样的是，这个 RS4 和4 Pro 现在优化了增稳的算法，并且调频之后的电机冗余变得更多。那说人话，就是在过去上一些大的设备接近载重极限的时候，只要你用力一甩，它这个电机就会软掉。那这一代的情况相对会少很多。但实话说，如果你是拍婚庆或者一些企业宣传片，你应该是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区别。当然，不改变设计的好处，那就是上一代的配件到了这一代依旧通用，像这个激光雷达、大疆图传仍然可以装在 RS4 上面，接着来用。RS4 系列的屏幕触摸屏和上一代没有变化，还是和 Action 2很像的那一块屏幕。不过它的左侧现在新增了一个遥感模式切换按键，用它可以让遥感的功能从控制云台切换到控制变焦，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主要是很多时候你都不会用到这个遥感来调整云台，但是用遥感调整变焦会比用后面这个波轮要顺手很多，可以很轻松的实现滑动变焦。而逻辑上，你可以再装上新的 Focus Pro 跟焦电机，就可以边运镜边通过这个遥感变焦，还能使用波轮来控制你的光圈，可以真正意义上做到3位一体。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操作有哪个三体战士可以做到，但是有这个功能总比没有要好一些。
那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次还有个很有用的更新，就是竖拍。过去你要花250块钱买这么一个配件才能实现竖拍的操作，现在你只需要取下来，然后换个姿势，把它装上去，你就可以进行竖拍了。所以不像之前那样需要取掉一块板子，还得担心这个配件会丢，会优雅一些。那电池方面，过去我最大的抱怨就是装上图传还有激光雷达这些设备之后，稳定器的耗电会非常快。那这一代的电池，大疆依旧没变，还是这个 BG21和 BG30电池，装上图传和雷达1个多小时 ，S4 系列也会没有电，这个体验我觉得不算很好。那大疆说，好的哥，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你来看看，这是我们的解决方法，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长的电池，它叫做 BG70。咱就说这玩意真的有点抽象，你尝到这个稳定器装上它，我就直接梦回6年前的如影 S 时代，真的很长。不过我们实际用下来，大疆倒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哪怕上了一堆需要供电的配件，它也能坚持3个多小时。所以一天下来，你可以用2到3块 BG70，你可以接2场婚礼单子，外加一个 TVC， 只要你有麒麟臂的话，都可以。那毕竟这一套加上相机，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配件，这个长的电池也加上，它会在5公斤左右。和这个哑铃一样，你需要拿一整天。但是加上这些重量，你说它是死重是负优化吧？我觉得也不见得。毕竟过去那些大的稳定器也都这么重，功能还要少很多。这次大疆主要加上的重量都是让给了 Focus Pro， 还有这个供电系统。那综合看下来，还是有一点东西的。在这个相机画质越来越好的时代，你会发现很多摄影师最近反而会用一些老的手动镜头来一些光学的瑕疵，去实现这个所谓的光学水印或者电影风格。那前段时间很火的电影《沙丘2》其实也是这样，他们用了很多的手动的老的镜头。但是手动镜头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跟焦的体验，特别是上稳定器的时候。比如说这是一颗很有风格的老镜头，本身没有任何电机；又比如这是一台松下的相机，但是通过大疆的 Focus Pro， 你会发现它们的对焦都能变得更加好用。而且随着大疆激光雷达的进步，这个跟焦能力居然还能进一步提升。比如你看这上一代的雷达也挺好用的，只不过在检测距离上会比较有限。如果你拍摄的主体是人，那超过7米它就会停止工作。那这一代激光雷达虽然仍然没有相位对焦这么远的距离，但是识别距离达到了20米，测距点现在来到了76800个，并且加入了 AI 的算法。所以无论是拍摄大景别时候的智能跟随，还是搭配一些手动镜头来自动跟焦，它的稳定性确实都变好了一些。那对于2人的小团队，如果你有手动跟焦的需求，那可以有掌机来控制 S4 Pro， 跟焦源可以使用 Transmission， 还有如影 4D 的手柄。哪怕你经验没有这么丰富，也能借助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点云图来实现一个更加精准的焦点控制。而且 Focus Pro 相比别的跟焦器，差异化最大的点就是它有了这个如影 4D 下放下来这个叫什么 AMF 功能，就是手自一体功能。怎么理解？就是跟焦电机在转动的同时，这个手轮或者手柄的电机也会实时进行转动。那这个过程在焦点拉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手动往回拉一些，比如在面对一些主体会随机运动、不断切换焦点的场景，所以很多自动对焦系统都会飘，除非这时候有人为介入，告诉这个系统我应该把焦点放在谁身上。所以大疆通过了一个比较不常规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焦点指派的问题。而这次新出的还有这么一个手柄，这乍一看它像是个没有云台的稳定器手柄，那其实它就是它的应用场景就是一个单兵手持的场景，它的功能也和稳定器的手柄很像，就是蓝牙录制、这波轮这些它都有。电池使用的是 S4 上面的 BG21， 那在软件方面能够有15组左右的镜头数据被存进去，大概相当于3组镜头组，你可以随意的调用。那说真的，镜头标定本身这个事情还是很繁琐的，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一会前一会后调这个焦点，才能完成一个镜头的标定。所以大疆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可能不让你有这个操作，来给你提供一些模板，这样你可以规避这个行为。那还有一点比较好的是，这一代的激光雷达工作距离提升，你在上一些长焦镜头的时候，它整体的跟焦体验会要好不少，相对来说不会因为人走远了焦点就飞了，现在还是挺稳定的。但是我唯一抱怨的就是装在侧面会让这个手持的体验变得不是很好，在低机位用的时候也会有点不那么优雅，不是很好用。所以我们团队的松鼠开发了这么一套装载的方式，这个上手提形态，这样一来它会像是一个跟焦和录制功能的上手提，哪怕是低机位你也可以放下去随便的去拍。我觉得这应该是大疆没有想到的一个方案，因为有一点还挺明显的，就是这个激光雷达这样装的时候必须要倒过来装，所以目前你会看到稳定器上这个画面就会变成倒过来的，就有点鬼畜，没法翻转。所以如果以后大疆工程师能够增加翻转功能的话，那这个系统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你可以有这个纯手持还有上稳定器2种选择，手柄也可以通过这个 NATO 接口装在稳定器上面，当一个侧手柄来用。那对于雷达本身，目前它能做的就是一些大的物体的识别。我认为大疆如果能让雷达再多识别一些东西，或者和索尼一样的眼部追焦，这多是一件美事儿，对吧？那还有一点比较膈应的就是目前的智能跟随，由于稳定器的屏幕实在是太小了，只要这个主体一远人一多，你就会发现你很难框选到你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所以不知道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像 Pocket 3一样的翻转屏，这个体验真的会好很多，拜托了。那上面说的都是单兵和小团队的方案，然后这套 Focus Pro 适配大一点剧组，就是这个多通道控制。这个全新的3通道跟焦电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大疆的第一个3通电机。他们做过3通的跟焦器，但是没有电机。现在这个可以同时控制光圈、焦点还有焦段，最远160米的通信距离，兼容了行业通用的15毫米导管，还有友好的手轮对屏以及标定体，这都挺好的。但是目前我觉得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电机这个小坨坨它有点太厚了，如果同时在雅典娜这种小的手动镜头上，2个卡尺都只能卡一半，就容易会有这种脱齿的情况发生啊，需要注意。而且这个手轮的小屏幕也有个很特殊的小点，它就很像是大疆麦克风上面那块屏幕，我不确定是不是。如果是的话，这个大疆的供应链管理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一个位置，全都是复用的屏幕。那玩笑归玩笑，因为大疆的 Focus Pro 系统现在做到了向前兼容，所以你在车拍或者是一些上摇臂这种需要精细手动操作的场景，现在你可以实现云台手使用过去的大师摇轮来控制对应的云台，焦点源通过跟焦手轮完成这个3通道跟焦，只要这个拨杆你看像这样一推，然后立刻就能拍出很有冲击感的车拍画面，也可以不上稳定器，单独配合一个手柄来独立使用这套跟焦系统。所以总的来说，这套系统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产品，我觉得更不像是一个 RS4 的配件。那虽然这套 Focus Pro 它的全能套装价格在行业里号称是挺有性价比的，但是9999元，你觉得它便宜吗？只能说它是比较有性价比的选择。因为传统的像阿莱的 WCU4 或者 Hi5 这些行业里面通用的跟焦器，价格都在10到20万，假如配更多东西的话会更贵。那比它便宜的这些跟焦器，确实又没有大疆这一套生态，所以大疆的卡点还是挺特别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说真的，你必须想清楚你为什么要买它。如果你是租赁公司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会买的。对于个人的话，除非你要拍电影、拍短片，否则的话，这 RS4 Pro 的套装加上一个激光雷达，如果有手持的需求，就加个手柄，我觉得已经非常够用了。那讲到这里，大疆的 RS4、RS4 Pro 还有这个 Focus Pro 就已经讲完了。那其实对于稳定器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本身形态不发生大变化的前提之下，它的性能应该很难再有大的突破了。如果你只想稳定这一个功能的话，那我觉得大疆的 RS4 已经挺够用 ，RS3 也可以用， RS2 也可以。那除非你要更多的生态的玩法，那确实现在 RS4 Pro 能玩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只不过当前这套系统我还是希望能够无线化，毕竟你看这套系统无论是装配还是接线都还是有点复杂，也容易出现拍摄带一堆不同规格的线忘带或者差错的情况。那假如在无线化的基础之上，如果能把这个激光雷达内置到稳定器里面，再把这个音频接收器，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将来能有无线的音频直接做到稳定器里面，然后再给稳定器一块更大更好用的屏幕，那么这样一台集成了视频画面、跟焦、图传还有音频的媒体中枢系统就能够出来了，这还是挺美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 RS4 系列上手的全部内容。当然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对于稳定器未来形态的看法还有想法。那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也可以转给你的单兵朋友们看看，也许他会想买。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